大家好，我是肖明。今天是2019年9月22号星期日。今天呢，我和大家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前几天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人物到美国访问，然后参加了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和一系列的活动。那我把他们这次来美访问带来的最核心的信息，以及我对他们的采访的印象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贸易战方面又有一些新的进展。中国代表团取消了对美国的一个农业州蒙大拿州的访问，并且呢是提前回国了。那之后呢，川普总统就表示他不要和中国签一个临时协议。这也是中美贸易战方面的一个比较重大的进展。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来说香港。香港的这个代表团呢，一共是有10几个人。参加听证会的呢，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歌手何韵诗，然后还有一个法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谭进长，还有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的发言人，他叫张坤阳，还有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名字叫《反中共霸权的香港》，这个作者呢，他叫 Dan Garrett。他们在国会的这个发言和问答，都是很精彩的，而且每个人呢都是对答如流，逻辑非常的严密，讲话也非常的简洁到位，就是说让世界从另外一个角度见识了香港人的风采。我去参加了这个听证会，那之后呢，我在一个活动上也采访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那现在我就总结一下我对他们此行的核心目的的理解。他们这次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敦促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目标，而且呢，我认为他们也抓住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要让美国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据他们讲就是因为香港人通过这3个半月的抗争吧，就是他们已经切实的体会到，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的抗争，中共方面都不为所动。他们要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呢，是无法达成整个运动要求的这几项诉求的实现的。那现在只有通过对中共进行极限的施压情况，才有可能会有所改变。那这个极限施压的路径呢，就是让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从这儿开始。实际上，就是那天的听证会上，美国的议员也在试图了解，就是香港的局势现在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解决办法，以及中共对香港动武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很大。说到这个其他的解决办法，有一个议员呢就问说，11月份不是香港要举行区议会的选举吗？那经过这一场抗争呢，他就问这个泛民的候选人是不是会被大幅度的选上？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香港的政治版图是不是就会改变？黄之锋他的回答是，香港的议会现在是有452席，75%都掌握在亲共的建制派手里，所以希望通过选举让整个香港政治的版图有一个大翻转，这是不太可能的。那另外呢，就是黄之锋他们也认为，就是不管11期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不是这个运动是否会升级，那中共应该都不会派军队大规模的镇压，因为他们现在呢不能够承受失去香港的代价。那么香港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我想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和大家再仔细的分析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这些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提出这个路径，就是让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着力点，我觉得是经过反复的权衡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清晰的，就是能够体现出来他们是对这个现实有很清晰的认知，而且呢，他们对中共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知道中共的软肋在哪儿。这个法案里面一共有2个比较主要的内容，一个是对香港施暴的警察和负责这些行动的官员进行制裁，那这个是对香港警察暴力的一个相当有力的回应。港府它不是一直拒绝对警察暴力进行独立调查吗？那现在呢，是让这些施暴的警察和他们的上级直接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那这些制裁就包括拒绝他们入境美国，拒发签证，即便他们是美国的永久居民，拥有绿卡也会拒发签证。另外呢，就是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冻结等等。另外呢，就是这项法案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审查香港的自由状态，不够格就会导致香港政策法被取消，然后呢，就是美国给香港的这个特殊待遇就会被取消。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就是香港的这些代表，他们对他们对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一些思考，基本上就是我以前一直认为，就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中共很疼，但是如果真的实施的话，那可能也把香港给毁了。那我这次采访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的时候呢，我也问起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总结一下他的思路。他们是认为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它是一把悬在中共头上的剑，如果掉下来的话，真的对中共是杀伤力非常大的。那中共对此当然会重视，如果说施压的话，那这个就是极限压力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法案它本身并没有直接对中共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它这个是一把悬在中共头上的剑，这个剑还没有掉下来。那下一步就是取消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那才是真正的斩首行动，那才是真正实际发挥效力的东西。那么是否要走到那一步呢？张坤阳表示，很大程度上决定权是在香港人自己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些代表向美国国会提出他们希望香港政策法被取消，那美国国会就会认真的考虑这么做。我想他既然能这么说，那一定是和美国国会的重要人物进行过沟通，甚至可能已经得到了国会重量级议员的某种非正式的承诺，他才会这样说。当然，就是取消香港政策法就是国会通过之后呢，还要经过川普总统，而这样一个对中国经济就是杀伤力这么大的一个行动在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川普总统自然是会比较小心，但是呢，这绝不意味着川普总统会不同意。事实上，就是按照中美贸易战现在的发展趋势，那川普总统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走到这一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说到如果走到这一步对香港人的伤害，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到最近都没有完全意识到香港人有多勇敢，他们有多大的牺牲精神。事实上，他们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们完全知道这么做对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呢，他们就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那我当时就问张坤阳，我说你们能代表香港几百万上街的抗议群众吗？他们是不是也愿意做这样的牺牲呢？他说这是一个没有领袖的运动，所以呢，他们是不能代表就是上街的每一位香港民众的。但是据他的观察，香港人在这一点上是有高度共识的。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中共他不改变，不答应那几项诉求的话，香港实际上也是个死。而且呢，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香港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呢，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还在继续被中共利用来攫取财富。那大家想一想，现在中共不是要就是让中资大量进入香港吗？不是要收购香港的地产来建房子吗？这些举措都是要让香港人进一步的被控制在中共的手中。那同时呢，香港还继续利用就是中共还继续利用香港的这个特殊身份来攫取财富。那与其是这样一种死法，香港人不如放手一搏。如果成功，那当然是好；如果不成功呢，也要和中共同归于尽，绝不能把这个金鹅，就是会下金蛋的这个鹅留给中共。那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的想法。我最后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共产党继续执政的话，你认为香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他说，在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解体之前，那儿的民众也做过这样的抗争，那最后共产党都让步了，所以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总结一下，就是他们认为，如果通过一些办法、一些极限施压的这些措施，那共产党还是有可能让步的。但是如果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的话，香港人就做好了和共产党同归于尽的准备。那谭进常教授在听证会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香港的未来是靠我们自己的。”香港的年轻人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那美国能做的呢，就是让这场抗争的过程中，这个人的human cost， 也就是人的代价尽量的减少一些。它这个人的代价是指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指就是人员的伤亡尽量减少一些。在他们这次举行的展览里面展出了一幅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一个抗议者，他举了一个牌子，当时他是闭着眼睛，然后戴着口罩，然后举了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这样一句话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翻译过来就是“不自由，勿宁死”。我想这是香港人心态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下面再说一下中美贸易战。前两天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中国代表团取消了对 Montana 这个州的访问，提前回国了。Montana 它是一个畜牧业和农业为主的州，那中共代表团要访问 Montana， 应该是和中共之前承诺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件事情有关的，也就是说要到这些农业州去实地考察一下，和农民接触，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然后准备买他们的农产品。但是为什么又取消了访问，直接回国了呢？那肯定就是中美在谈判桌上又谈崩了呗。那前几期节目呢，我也提到，就是彭博社他爆出了一条新闻，另外我自己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周围有顾问向他提议，就是要和中共先达成一个临时协议，先解决一部分的问题，然后呢，美国这边呢是把关税缓一缓，降一降，那中共那边呢要承诺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同时呢要答应停止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先达成这样一个临时协议，那就是剩下的比较难谈的那些部分，包括其他部分的结构性的改革，先把它冻结起来以后再说。那川普对于这个临时协议的建议呢，他的最初的反应是不太赞成的，他不太倾向于签这样一个临时协议，但是呢，他没有把话说死，他说是可以考虑的。我当时那期节目就把这个临时协议和华府另一边进行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华府另一边就是美国国会那边正在酝酿和已经通过了一些在金融领域对中共进行制裁的法案。那这两件事情，临时协议和对中共的金融制裁，这两件事情明显就是不一样的嘛。那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看起来一软一硬的措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吗？那当时那几天我正好就碰到了班农先生是前白宫首席策略师，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这两件事情能不能同时进行？他跟我说，他非常斩钉截铁地跟我说是不可以同时进行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也就是说，华府内部它也在进行着一场争论和角逐。那过了几天呢，就是白宫很快就做了一个正式的回应，说川普总统没有再考虑这样一个临时协议，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是做了一个决定。那之后呢，中美贸易谈判可能就不欢而散了。再之后呢，中国代表团就提前回国了。他们前脚刚一上飞机呢，川普后脚就送了一句话。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川普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2020的竞选我不需要一个和中国的贸易协议。所以大家看一看，这是多么的川普风格，就是反击的时候一个磕巴都不打，你刚甩脸色要走，我这边恨不得一把把你推出门，然后还砰的一下关上门。但是呢，明天我可能又跟你说，就是其实咱们还是朋友，我们还可以接着谈。就是这个高度戏剧化的过程，它确实是反映了川普的性格，但是没办法，就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领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但是我今天呢，不想太琢磨于川普的性格，我想分析一下，就是在这个表面的不完美的表面之下，一个更实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川普实质上他怎么看待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关系，以及他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到底看得有多重。
我在这儿呢，就是我在前几期的节目里面都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虽然川普身边的很多鹰派觉得中共根本就不想达成协议，而中美之间也不应该达成协议，因为达成协议之后，就是中共那边也不会执行的。所以呢，很多鹰派是这个想法，但是川普总统本人，我觉得他还是希望和中共达成协议的，因为他一直认为这是改变中美之间不平等贸易关系的重要的手段。他就是因为这个当选的，而他也觉得，就是如果在2020之前达成协议的话，会对他的竞选有好处，因为这就标志着，这件事情他做成了嘛，是吧？而且呢，经济也会应声起飞，所以他一直在给中国施加，给中共施加最大的压力，迫使中共回到谈判桌前，并且呢，签一个美国满意的协议，但是。就是经过这么多回合的较量，这么多的挫折经过了这么多的挫折之后吧，我觉得他也在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他可能本质上是不能够接受这些改变的，这些结构性的改革，中共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川普他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他要不要为了竞选，为了达成一个协议而做一些妥协。我现在的判断是，他不会在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妥协，他会希望自己的选举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受益。他有一副这个商人的精明的头脑，所以他本能的就会算计这个利益的最大化他也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这么做。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就是如果竞选和美国的长远利益有冲突的话，我认为他会基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次的临时协议的风波，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试验。那我之所以这么判断呢，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做出的这些涉及到美国未来的改变，是川普本人认同的。他之所以会这么选择，并不是全是一个道德上的衡量，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当然，我觉得也有这个因素，就是人一旦在那样一个位置上的话，就是他需要对一个国家负责，他需要对这么多人负责的话，我觉得一般人他的这个责任心都会提高很多。但是呢，我说川普这样选择，并不完全是出自于这样一种考虑。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些改变，它本身就是川普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的一部分。大家可以看看川普这几十年来在媒体上对这些问题，包括对中美关系中国的看法呀，他可以说是几十年都没有变。相比之下呢，竞选更多的它涉及到的是一个策略的问题，策略最终是服务于理念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位专家他就分析，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嘛，然后他就说，他如果要买一辆旧车的话呢，他会向 Bernie Sanders 买，因为他信得过 Bernie Sanders， 也就是说在私德方面，他最信得过 Bernie Sanders。我对 Sanders 他的个人品质是没有了解的，但是我假定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 Sanders 他是一个挺实诚的人，但是我在选举的时候也不会选他，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想会给美国带来灾难。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来说，他自己持有什么样的理念，他整个对这个世界是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从这点呢，我再想延伸一下，说一下我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领袖的看法。大家知道，就是东西方文明都有各自的源头。那在美国这块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它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只有243年，但是它建立的理念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的锤炼，最后沉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国家制度。那美国它的强大之处，我觉得不在于就是哪个单个的领袖领导人单个的总统有多么的杰出，而是这个国家它所建立所依赖的理念，它是不是带有真理的力量。那美国制度的根基，它最初始的源头呢，实际上是来自于旧约。
耶和华当年向摩西传十诫的时候，揭示了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有一位，就是说有一位真神存在；另外就是神与人之间有一个约定；还有就是神给人规范了人生活，就是个人生活和建立社区都必须遵守的法则。那整个西方文明在就是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建立道德规范和法律的根基，它其实都是从这个源头发展起来的。那美国的制度也是在这个系统的承传中建立的。所以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给人类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人是不完美的，人类社会它也是不完美的，而且永远都不会完美。以色列人虽然是上帝选中的民族，但是他们多次违背了神的意志，多次背叛了上帝，而且也多次被惩罚。但是他们能够生存到今天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知道了神的法则，他们也坚信神的法则。所以他们错了之后呢，每走错一次，他们最后都能走回来。其实这个思路也适用于今天，就是任何一个领袖实际上都是不完美的，都会有人性的弱点。那我们作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永远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我们应该依托的是更永恒的真理。只有这样，就是才不会在世间的政治的这个起伏中被左右，也不会太在意某一位领袖他的表现。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请订阅和传播我的频道并且一定要记得摁那个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有那个新节目上传的时候，您才能收到通知。好，谢谢，再见。